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王丽慧律师，也是王丽慧医师。今天要跟各位聊到这个疗愈的秘密的第3个。那么疗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经年不愈的这个慢性病如何能够让你的慢性病得到痊愈？除了这个最好的医、最好的药之外呢，第3个秘诀就是你要学会原谅你自己。我们从小被教育，我们要原谅别人、宽恕别人、赦免别人。不管是教育系统，或者是宗教系统，或者是任何的道德规范，都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但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要原谅自己。我们被教育的就是呢，你应该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改进自己原谅自己听起来好像是不应该做的一样，好像原谅自己就是放松自己了，没有办法让自己呢惕力警醒向上。但是呢，原谅自己却是呢疗愈一个非常大的重点，这在医学上也被证明。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医学报道，它是呢研究了许许多多的美国的退伍军人，因为呢美国他们的战争是参与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军队多久以来也没参与过一次战争嘛。但是您知道呢，除了2战之外这个美军他们还参与了越战、韩战，各位也知道有伊拉克战争嘛，这些他们都是参与了。所以他们的医学上累积到的经验也就非常的多。因此2018年的这一篇报道呢，他就讲到说，他们发现到退伍军人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呢不再是以前那个人了，就是他们的精神上或者说他们的灵魂都受到了重创。他们会觉得呢自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的伴侣、好的配偶、好的爸爸、好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好人。因为呢，他觉得他内在那个阴暗面藏着一个野兽或者是怪物在这个战争当中被唤醒了，所以他们表现的呢就好像是 monster 一样，根本就完全不再是他以前那个人。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他们会开始对自己进行自我惩罚。那这个自我惩罚呢，可以是非常多年，那甚至是数十年都没有办法过去。那自我惩罚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们不再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或不再去接触所谓有意义的活动。人事物只要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就不允许自己去参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假。他说其实我就是一个怪物，只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现在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然后我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非常假。因此呢，他们甚至会把他们自己跟他们最亲密的人不管是他们的配偶家人子女他会把自己隔离开来。他觉得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的真相，你们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好爸爸、好老公吗？其实我是恶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会有酒瘾、药瘾、毒瘾。那甚至有些人他们就尝试想要结束他们的生命也确实有人就这样子做。那这样的创伤呢，非常的大。那这个研究里面他就提到说呢，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呢，疗愈来自于他们能不能够学会爱自己，然后原谅自己。那这个有一个叫做 IOA 研究。那这个 IOA 研究里面呢，其中一个退伍军人他就讲说，我必须学会原谅我自己，我必须学会爱自己，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救赎。那这个呢，也曾经有一本书它叫做 Almost Sunrise， 就是天快要亮了。这个是一个神父写的，他自己就是呢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原谅，然后也没有理由被原谅。他称这个为moral injury， 就是呢这个他的道德上被严重的毁损了那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moral injury 到底是什么意思。moral injury 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内在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一个道德观，那你现在呢做了一些事情违背了，本来你是不会违背的，就是在一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很好的去遵守你的这个 moral code， 就是你这个内在设定的这道德典范你每一个人有一把尺在他的心里面嘛，在不太危险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循规蹈矩然后呢行为良善，做一个好人。但如果在高度风险之下呢，就是说你可能是被迫，你为了保护你的家人，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性命，那你呢可能反击嘛，所以你可能杀人嘛或者是说呢，因为你在这个战场上，如果你不杀敌人的话，敌人就杀你嘛，这也算是一个非常高度危险的状况之下，你必须去做一个选择跟权衡嘛。这个时候你就选择去遵从你的长官叫你按机关枪开大炮杀人这样你如果是飞弹的话，你射出去你无感嘛，但是如果你看了那个
飞弹到达之后，卫星传回来的那些影片、影像的话，你就知道你做了什么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严重的就是违反了你自己内建好的原则。这个时候你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原来对自己的自我认识，你现在没办法再认同了，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创伤，或者我们说是灵魂的创伤。这个 Keating 神父啊，他也讲哦，他说治疗呢，就是必须要呢诚实去承认，你确实就是做过这些事情，你不要想办法去遮掩它，然后一直就是想办法要安抚自己，或者是说服自己说啊，我做这些就是长官叫我做的嘛，又不是我想做的哈啊，战争是不得已的嘛，就是这样嘛哈，这些都没有办法真实的骗过你自己，因为呢，在你的灵魂的最深处，你还是觉得你自己像野兽跟怪物一样。所以呢，你必须要去勇敢的去探视你的内心，把它挖出来，然后承认，对，原来我就是有这种阴暗面，我就是这样做，但是我要学会去原谅我自己。然后这个Keating神父他后来他就说他做到了，所以他得到了痊愈，他被治愈了，靠着他这样原谅他自己，他被治愈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学大学，我们称之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哦。他在这个医学方面呢，他甚至可以是超前在哈佛医学院的哦，就是世界顶尖第1名的医学院啊，就是在这个大学里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他们的网站上面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说 Forgiveness, health depends on it， 就是呢原谅，你的健康啊是你能不能够原谅而决定的。他们研究到呢，一个人啊，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原谅啊跟他的健康会越来越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呢，你原谅不原谅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本来这个身体就运转的就蛮健康的，所以呢，原谅不原谅你都还可以维持一定品质的健康。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你越是不能够原谅的话，你的健康就越不好。那你如果能够原谅的话呢，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他是这样讲，他说呢，你可以降低心血管、心脏病风险，然后呢可以降低血压，还可以改善睡眠然后呢缓解你的压力、忧郁、焦虑、疼痛，就是呢学着原谅有这么多的好处。教育都是教我们原谅别人嘛，可是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也强调，这个原谅包括原谅你自己。那这个做法呢是这样子。首先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Keating 神父，他在这个 Almost a Sunrise 这本书里面，他讲到的是呢，你必须要诚实的承认，就是你不要再去遮掩，不要再讲理由，不要在自己心里面一直在那里辩论，然后讲很多理由，想要把自己的罪恶感跟内疚的感觉跟羞愧的感觉压下去，就不用了，你就让它出来吧，就真实的去面对你曾经有像野兽的一面，真实的去面对它，然后呢，你要选择原谅，因为这是一个选择嘛，选择一直梗在那边，一方面又要狡辩，一方面又没有办法真的 let go， 然后另外呢，你可以选择，你就是真实的原谅，然后就真实的承认了，然后就真实的 let go 了，这是一个选择。选择原谅之后，然后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呢，我决定要原谅。你可以写下来，你如果怕人家看到的话，你可以把它密封，然后再烧掉。你也可以说出来，但是你听的人，你一定要选择非常的慎重的拣选，非常值得信赖的人才能够听。你可以说，借着这个话语的力量呢，把它说出来，释放掉这个负面的情绪，还有这个负面的能量。那如果这些写跟说都不行的话，你可以借由宣告，你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空气，直接对着这个宇宙，你可以直接宣告，你说呢，我宣告，对于过往我所做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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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释放掉，我选择原谅我自己，我承认，但我选择要原谅，我也决定要原谅，然后我要释放掉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当你释放掉这些负面的力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迎接理解。你要理解你自己，你要宽容你自己，你也能够真正的在承认了错误之后呢，爱你自己。所以呢，今天要跟各位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呢，也许很多人觉得这个业障病慢性病它是牵涉到过去式，所以如果呢，我过去式我记不起来，我就没有办法去清理我这个有史以来累积到的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那我们跟各位讲的是，其实光是呢，只要清理你这一辈子你可以想象得到、想得出来你可以记忆当中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事情你都可以治愈你自己。曾经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长期的便秘，从大学开始就是一直便秘、一直便秘、一直便秘的人
怎么样就不会好，所以他长期就是需要吃很多的这种类似像纤维啊、酵素啊、软便剂这样的方法，保持他每边的这个通便功能。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临床上的话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客户呢，他就借由呢，他去承认跟去挖掘，他从小有记忆开始，从幼稚园开始，他怎么样憋大便啊，怎么样不乖乖的吃青菜啊，做了多少让自己这个大便不正常可能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久坐啊、不运动啊、不站立啊这些，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自己觉得是有违背这个排便功能的这些所有的错误的行为呢，他一个一个的去把它 recall 回忆出来之后呢，然后呢，一个一个在心里面呢，不断的去跟他的这个直肠啊、大肠啊道歉，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和解的意思。然后他就去承认、去和解、去道歉、去悔改，然后他也下了一个决心。他决定的让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他愿意好好修正自己这些影响到自己排便功能健康的这些作为，他愿意呢好好的吃青菜，然后呢适当的站立，适当的走动，然后呢不要憋大便。借着他跟他自己的身体和解，他竟然呢就治愈了他这个30几年、40几年的这个长期的便秘的这个慢性病。他根本没有回到过去式，就靠着这一世的清理。他就完成了。当他学会呢放过自己、原谅自己，跟他的大肠还有直肠和解之后，他也就不药而愈了。现在他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就很正常的排便，然后也都排得非常的干净。跟各位分享这个例子，谢谢各位。